10万块钱投资美债，每个月可以拿多少钱呢？给大家算一下啊，现在短期美债利率是4.24%，那一个月就是353。长期美债目前的利率呢是4.73%，那一个月的利息收入就有394，年利息的话有接近于5000。除了一个月和20年期的呢，美债还有许多其他的品种。这个视频呢，我和大家聊一下哪些美债的品种比较值得购买，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购买。那我分成有社会安全号和没有社会安全号的朋友分别该怎么样去买。最后呢，聊一下买美债的时候税务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美债的话呢，它一共分成8个品类。那我们平时接触比较多的是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国债，也叫油价债券。这个呢可以随时买卖的。那短期的呢，它的锁定时间是从4周到52周，也就是1年之内。它的灵活性比较高，利率目前也挺高的啊。然后呢，适合你短期的资金放在那边，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挺安全的。中期国债英文是 T-Note， 它的锁定期间是2年到10年之间的。目前因为降息的原因，它的利率有所下降。如果随着降息的进程逐步推进的话，这个数值还会继续的下降。长期国债 T-Bonds 它只有2个锁定期，分别是20年和30年，目前它的利率是最高的。但是因为长期国债它受到的影响比较多，除了利率之外，它还受到市场情绪啊、通胀啊、经济环境的影响，所以说它是带一些风险的，具体可以参考我上一期的视频。除了刚刚提到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国债之外呢， TIPS 它是抗通胀债券，也是挺受欢迎的。很多人呢把它用在退休规划的配置里面。接下来是浮动利率和本息分离债券。iBond 的话，它属于储蓄类的债券。那在通胀比较高的时候呢，它挺受欢迎的。1磅我感觉纯粹是做出来给美国人存钱的，收益真的不怎么样。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先从短期的国债开始试水啊，它的收益还不错，然后安全性也是挺高的。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怎么样购买这些美债。那我分成在美国地区有社会安全号的投资方式和在非美国地区没有社会安全号的投资方式。对于有社会安全号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在官网买，就是 Treasury Direct 这个网站。它的好处呢是所有的国债品种都可以在这边买到，特别是像储蓄类的国债 iBond 和1磅，只有在官网才能买到。不好的地方在于呢，如果说你买的是中长期的债券，中途想要卖掉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你需要转到券商那边才能卖掉。所以官网这边呢比较适合你买入就准备持有到期的情况。第二个选择就是用美国的券商，这个我是比较推荐的。这边我按照他们的管理的资金规模做了一个排名，像嘉信理财，它收购了 TD Ameritrade 之后呢，现在是规模最大的券商之一了。还有 Fidelity， 它的用户界面非常友好。JP Morgan 跟梅林呢，他们是和Chase 大通还有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所联通的，所以呢他们的网点非常多，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操作啊，可以直接跑到他们网点去找他们的客服经理来帮忙。券商的好处呢是你买卖起来比较方便，如果你手上的债券没有到期想要卖出的话，直接在他们这边点击卖出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上都是零手续费的。那没有社会安全号的朋友怎么办呢？其实也有几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用国际券商，像是嘉信理财的国际版呢，你就可以用你的护照来进行开户。这边你虽然他说是社会安全号，但是他说了，如果没有社会安全号，你可以用护照或者签证、驾照都可以用来开户。盈透证券的话呢，它钱放在里面，它就会自动给你利息。如果说你要买国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开户。它这边各个国家都可以进行开户。我们往下看的话，可以看到，像是中国澳门、中国香港都可以选择，直接用护照开户就可以了。富途证券上面呢也有美债的购买，直接用手机号开户，然后下载他们的 APP。 然后在理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债券这个选择，然后点击进入了之后就可以看到美债的一个热度榜，我们再点进去就可以按照到期的时间和它的收益率，你选择自己需要的，点击进入，然后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第二个选择呢是美债的 ETF，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法。短期的呢可以买 SGOV， 这个是持有0到3个月的美债。中期的可以买 IEF， 那持有的是7到10年的。长期的话是 TLT， 它是持有20年以上的长期债券。这个方法呢适合那些券商开户比较困难的朋友。ETF 的好处呢就是流动性比较好，但是有些分红是要交税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对于中国大陆的朋友开海外券商就比较难了，现在通常呢就是直接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开户，或者呢通过基金间接的投资。但是你买基金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底层的资产是什么，就投那些纯美债的。如果是混合的产品的话，可能风险会比较高。再说一下买国债时候遇到的一些税务上的问题。如果说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呢，当然每年都要报税的。那买美债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只要交联邦税就可以了，不用交所在州的州税。到年底的时候呢，券商会给你一个1099 INT 表格，那个上面呢第3行就可以显示你买美债的利息收入，你把这个直接给你的会计师或者填到你的税表里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非美国税务居民呢，那恭喜你啊，买美债利息是完全免税的。你在开户的时候呢，会填一个 W8BN 表格，这个就告诉你的券商你是外国人，不需要扣税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有些券商他可能会搞错，然后误扣了你的税，这个时候你就要主动去找他们，告诉你买的是美债，这个利息是免税的，就让他们把多扣的税退给你。最后呢，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如果说你是美债投资新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从短期国债 T-bill 开始买，这样逐步的熟悉流程。那如果说你有社会安全号的话呢，可以选一些大的券商，这个界面都比较友好，操作也比较简单。如果没有社会安全号的话，像是盈透、富途、嘉信理财这些国际券商都有美债的购买。如果从税务的角度考虑呢，买债券会更加合算一点。虽然说有些 ETF 它也是能部分免税的，但是它处理起来会更加复杂一些。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些经验呢，可以考虑更加进阶的配置啊，比如说是短期加长期这样的一个组合。中期债券它现在利率不是特别好，所以暂时可以不考虑。那也可以加个10%到20% tips 来抗通胀。那当然你要定期复盘一下，根据利率的周期呢来做调整。这边需要提醒一下啊，它长期债券受到影响的因素比较多，不光是有利率，还有对于经济的一个预期，还有通胀的影响，所以说它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那你中途可能会用到的钱就不要放在长期国债上了。今天呢，我讲了美债投资的基础框架。如果大家对美债的进阶配置有兴趣的话，我也准备了一个小课堂，大约是2个小时的线上课程。我会比较系统的讲几个重点方向，一个是美债的全景图，不同类型的国债 T-bill notes、bond、tips， 它们分别对应的场景，以及你短期的资金管理和长期配置分别用哪些国债效果更好，抗通胀的债券在长期投资当中该怎么样应用。其次呢，是目前的投资环境下面有什么机会和风险，买入持有和波段操作分别该怎么样做。如果想要在国债当中加入 ETF 的组合的话呢，怎么样搭配效果会更加好。最后是答疑的环节，我知道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啊，那我们是在 Zoom 上面直播，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开麦或者打字问问题。如果有一些实操问题没有办法当场演示的话呢，我也会在之后录视频补充给大家。费用呢是29美元，报名链接我放到置顶评论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